hear your voice over and over, sitting on the beach of Dover. But it's happening, oh dear, in my head. If we can be together, maybe one day forever. 哦，这个车是吧？是你开吗？还是？肯定是我开呀。啊，这疼了吗？今天是不是挺疼的？是的。哎呀，对不起。没事，这个别说对不起。但我觉得你真的很好啊，就是虽然自己很痛，但是原谅了我，没有，我觉得我们是一对的。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更多还是想赢嘛，对吧？其实那一刻我真的很想赢。哎，但是我真的觉得就算摔倒了，我觉得能够把比赛完成很重要。就是你第一刻摔完以后啊，那一刻我想的是直接给你抱起来，会觉得不对，因为就应该要担心一下你。然后第二刻你说我们继续完成，我立马给你抱起来，我们直接走了。对，那一刻我俩是达成共识的，就是对，这一个第一反应吧。我觉得我是要那种就是做事情一定要完成。对，做就要做完它。我们这点其实很像。哦，我现在 get 到你的那个标签了，第一天的那个，我记得这是什么男友力 max。对，然后给你摔了啊！我真的印象很深。对，那确实少说多做。我们在出发路上聊了很多，就有很多的共同点，所以我们是一直在聊。然后50分钟的车程，感觉就很短暂。小新也这么说，对。啊，应该就是这个鱼嘴湿地公园。南京鱼嘴湿地公园，走了。挺漂亮的，好舒服。咱应该找个地方看日落。亲爱的，还有樱花，我觉得灯也挺好看。一点点。看呀，西瓜汁。哦，这是喝的。现代果汁要喝吗？有你最爱吃的吗？你想喝这个吗？我感觉你会想喝芒果汁是吧？我想喝这个手打柠檬茶。你好，我今天没放茶叶。哦，只有西瓜汁和橙汁。那我要个西瓜汁吧。西瓜汁。那我要个暴打渣男。暴打渣男，你这没有茶是吧？要不都喝西瓜很好喝的。可以啊。哎，看那边。好漂亮啊。是吧？好看的。而且有种雾蒙蒙的感觉，很舒服。哎，这真的像一幅油画哎。啊，真的。这种感觉好像很有层次感。因为我听到要出来玩，我感觉会很累，但这个真的就超乎我的期待，觉得。别看干型。是的。没错。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最值得的，因为这个真的是努力争回来的。对，这是努力争取来的。努力争回来的日落。努力争取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是。哦，今天仔细观察这云也很好看，我觉得这云很有层次感。我来解析一下我的理解啊。解释一下好。它有点像被下边那个桥的那个线，怎么形容呢？就是云是从那个线上挥出去了，慢慢的散得越来越远，然后散到这边，慢慢就开了，然后再到那边呢，就是我们想看的日落。哎，我觉得我能够 get 到。就是我这个意境，我表达不太出来。那我试一下啊。那你试一下。就是这个像一幅油画嘛。那确实。这个就是像那种被倒洒了的颜料，就洒在，或者就是我笔画一画，然后洒出来的那个，然后刚好带到这幅画。那现在这一刻也挺好看。日落让人学会珍惜。我也觉得。那就叫什么夕阳无限好。只是今晚回收。对，就很有那种感觉。确实。好了，我去拿。谢谢。好嘞，走了，拜拜。好，谢谢，辛苦了。走了。走。哎呦，那边走一下。太阳落下了。但我觉得它还是会有那种余霞，还有一点点。
而且这边还很亮。挺漂亮的。这是我们作为胜利者的奖励。对，是的，没错，赢了，赢回来的日落。对，赢回来的日落。这个好，这个标题。对。坐这儿上啊。好。你喜欢听什么歌？先听你想听的歌，然后再听我想听的歌。可以。行，一人一首。一人一首。哇，我还从来没一起的时候在长椅上听过歌。我是觉得很，因为我自己看日落的时候，我会听这个。好呀。给你听这个啊。好呀。好。喜欢你听过粤语歌？听粤语歌。听。这个叫什么？叫真的爱着你。哎，之前蛮火的，之前蛮火的。我来听听。我觉得粤语歌有点像那种氛围感，听不懂，但是很好听。哦，对，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在一个很漂亮的景，然后跟一个很聊得来的人，然后一起听音乐、看日落，我觉得是很赞的一个事情。我比较所以我也比较喜欢现在这种天，就是马上就要天黑了。现在这种感觉就有点像马上要失去那种感觉。啊，对，是。所以要懂得珍惜的感觉，是吧？所以我很喜欢这些，就是很短暂的东西，因为越短暂，你就越要珍惜。对，是这样的。很有诗意吧。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一些点很相似，就是我们都很有想象力。就他看到一个东西，他能够联想到很多东西。一起看日落的感觉，就感觉很放松。然后在那个长椅上一起听歌，我觉得也很放松。好听。好，真的好听。到你了。我想听 City of Star。City of Star。这个很 OK 哎。La La Land。对，尤其还是在这个长椅上。他们是在我生日的好像是那一天上映的。是吗？就哎，他也是就是在这种蓝调时刻拍的，就两个人也有一幕是看日落，然后就开始跳舞了。你会跳舞吗？不会，真没学过。下次要想听你唱这首《City of Stars》。那我努力学一学。我英文不是很好，你知道吗？我好努力学一学。这个还好。我努力学一学。灯塔亮了。是啊。好看。你喜欢那个前面那个楼的倒影吗？我喜欢大桥，然后走进那个城市，很有感觉。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城市里面很小很小的个体，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是。走了。好。有很多回忆录。喜欢。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追踪看剧超有料 ，VIP 趣味日历点开有惊喜，入场券签名照随机掉落。来芒果 TV 会员频道，精选活动天天见，快乐福利不重样。我觉得光坐着看看湖也挺舒服。命运还是把我们安排在了一起。是的，挺神奇的。其实我们这变相约会是吧？对啊，我们是另外一个感觉的。对啊，你没有发现咱俩其实主打一个松弛感吗？对的。我们去钓鱼吧，怎么样？可以啊。我们先去钓一下。你可以帮我忙吗？就帮我把这个记一下。可以的。谢谢你。不客气。你这算是功夫一应该懂的。什么叫练太极的？就是那种老头老太太在公园门口打太极，就看你这个衣服。对啊，就你这个衣服。哪里啊？这个很不一样啊，好吧？中式吗？对啊，有一点中式风。走啊，我们在院里钓鱼，跟我走。我很喜欢钓鱼，我海边长大了。在这能钓吗？我说实话，哥，如果这个池塘里有鱼，你把这水喝了。这看起来就没有鱼啊。钓鱼不是为了真的钓到鱼，钓鱼是为了感受这种钓鱼的氛围，有没有懂的？
人家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你小心点，你小心点，他这个饵没事它打到你。心很静。嗯，你握着鱼竿的时候心很静。对，就是感应。来，你可以试一下。没事，你让心仪试一下，让心仪试一下。来，王心怡，我想玩，我可以站着吗你坐着吧，坐着是最爽的。好。 ？OK。它可能没有鱼饵了，但是也可能有鱼饵，里面可能有鱼，也可能没鱼。但你不知道，你知道吧？我明白，我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你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吗？我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你就放下，你看到了吗？好，不要动了，就保持这个姿势，感受。品，你得细品。自己去玩了是吧？然后让我在这钓。你做的什么好吃的呀？随便做一点，家常菜。怎么那么香？什么感觉？心突然静了，对不对？我很好奇会在这里做多久，就做到有鱼为止。但它可能有鱼，也可能没鱼。但是你明明知道这个塘里面没有鱼，但是你还要未必啊，未必啊，你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鱼啊，只是你觉得没有鱼。薛定谔的池塘是吧？对啊，你觉得有鱼，它就有鱼。哦。你觉得没鱼，它就没鱼。但是你看，当它伸进水里，就这个感觉，有没有懂呢？感受。很平静，有没有懂？确实。我其实感受最深的是，当时我真的觉得我们两个有一个小小的世界，就可能周围有一些结界啊之类的，很奇妙，很神奇。然后我们两个在聊一些事情的时候，就让我觉得也很有趣，因为他说的一些话我能 get 到，然后同时我说这些话他也能 get 到，就挺有共鸣的。对，钓到鱼一瞬间很有成就感，因为你做了很久。比如你花了1个小时、2个小时的时间坐在这一动不动，等待这个鱼，你真正钓上来那一刻，哎，就很开心。给你俩拍个照吧，你俩背影特别和谐。要拍吗？你俩？好呀。耶！现在这个光影，我跟你说绝对出票。拿手机嘛，谢谢。感谢文。好浪漫呀，感觉你们。哇，你拍的很好，很像在拍电影。太厉害了，我们。你们太会给情绪价值了。这样也挺好看的，给个侧脸，给个侧脸。我吗？对，对对对。你俩要吃就吃，不吃就继续聊啊。啊？要吃随时来啊。你做了什么？我一个菜在做，不过做一个菜没一个菜马上要。你想吃吗？尝一下。没事，你吃呗。你要在这钓吗？静一会儿。OK。给你一点私人空间。我觉得喝口汤挺舒服的。哇，你这个菜真下饭。辛苦啦！走，回去喽。有人？是的，打个招呼吧。Hello。都谁回来？都回来了吗？他们没呢，你们是第一个回来的。我就说他们都还没有回来。我们是第一对回来的。怎么样？好玩吗？很好玩。我们默契这么久，我们是第一对。你们去干啥了？给你们买了一份礼物。给大家买了礼物。哦，又买礼物。你每次你天天出去好行不行？啊？你能不能天天都出去？可以啊。你天天出去，感觉天天都买礼物。对呀，我天天买礼物。Hello， 我们回来了。哇哦 ，Hello， 你们收获满满啊！这个那必须打猎回来。对。有点冷，有点冷，我进去待会儿啊。快放到这里。
这是什么？水果啊，这个是南京的特色当地特产，叫梅花糕。哦，梅花糕是甜的吗？哦，都有了。怎么吃啊？就咬着吃啊？你没有吗？我吃过了。哦对哦对，你是主角。我先把东西拿出来，让我们再下来。我们不在。哎呦哎呦 ，Hello， 梅花糕，在老在。这么老钱穿的，啊，太老钱了，我的姐。你们今天下午干嘛了？我们又进行了几场体育运动，我们一个是让我猜猜，你别说，羽毛球，对，钓鱼，飞盘啊。哎，我感觉你长得特像小动物，有人这么说过吗？什么动物？像刺猬。这是夸我还是夸你啊？狐狸、刺猬那种五官那种感觉。哎，你全名叫啥来着？薛君文。薛君文，君文。给我来个砂糖橘。我也来一个。我给你包一个。不用不用。这么客气。他这名挺好记，君文，是我理解的那个军长的军吗？千钧一发的钧。哦，这么酷。你是硬捧？不，这个真的帅。硬捧你。你性格是不是特像男生啊？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我刚才说我给你扒局，他说不用，我自己来。婉拒了哈，婉拒了哈。你给我扒一个，那你给我扒一个。来来来，给你扒个橘子，把橘子有点硬吧。谢谢您，谢谢您。所以说一个细就知道，绝对像铁子。就这么像铁子吗？没有什么爱情的感觉。爱情的感觉。啊，我说昨天一见钟情，昨天一见钟情，见钟情。那你今天为什么不选我约会？哦，我刚就要说，没有，这个我们已经复盘了。我觉得你会选瑞瑞，但是他没选瑞瑞，因为昨晚你不知道信息，我昨晚没告诉你。我一直觉得你会选瑞瑞，他没选瑞瑞，我说啊。但是即使他没选瑞瑞，你也可以选他呀。完，你打乱计划了，因为我当时是计划就是保3争2，结果还真是争到2了，然后结果瑞瑞空了。他怕另一个女生队友一个人，就是会尴尬。我觉得这个也是挺绅士的，可以理解。我心里的话呢，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失落，尽管能理解。就是因为我确实提前答应了他，最终没有选择他，所以说有一点内疚或者补偿的心理在吧。我想跟他多聊聊天，对，但是我确实也很喜欢跟他聊天。我见到他本人，我就情不自禁的想跟他聊天。那明天你选我吗？啊，看你表现。你今天已经弃我而去一次了，又有砂糖橘收买我。哎呀，不是第一天来就这么甜吗？干嘛？不是第一天你俩就见了那么一点点，就这么甜了吗？我3天还没这么甜过呢。开心了吗？开心点了吗？我没不开心呀，也挺开心的呀，本来。我带你想要几个，给你扒几个。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不吃不动了。你栽着那一刻绝对没有。我栽着那一刻，我闹。还是想跟他有更多的了解吧，了解他心里怎么想的嘛。因为不这么了解的话了，就会可能会有误解啊什么的。这是谁呢？这是谁呢？你今天感觉开心的样子。因为我收到消息我就很开心。咱们要聊什么呢？没事儿，我就觉得随便聊聊呗，增进增进咱们的感情。没错没错。因为我今天运动会的时候，我以为我们俩会是一对。我也以为是，我一直看你的手环。
谁让他是盲抽啊？对，你没选我，我真的有点失落。这个我先给你道个歉，因为其实我是想选你的。我当时有点期待你选我，但你竟然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其实我当时说想一会儿，但是我看他们选的好快啊，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我就自动去选了瑞瑞一样，当时就是有点神奇，可能我们也是刚打完比赛，有点那种队友的感觉，而且我们俩都是岔开了。你平时都干什么比较多呀？我感觉咱们可能兴趣爱好相同的可能挺多的。我不打游戏，我也不怎么玩游戏。平时是运动嘛，健身。你平时生活规律吗？我其实还算规律，我每天自己的话1点多，最晚2点就睡了。我睡得比较会晚一点，但我早上起得还挺早的，平时就工作还是挺规律的我。我对工作还挺好奇的。做私募基金的。私募资金，所以你是金融人。就是金融人。其实你平时就一直在上海。对，然后就你别说，我其实下半年我打算搬去杭州。真的跟你聊天特舒服，真的，你不觉得吗？咱俩聊特 chill， 我们好像特别互补的感觉。对，我感觉互补比相似更好。如果两个互补的话，我感觉会很适合，很完美。咱俩认识时间最短，你后来我也后来的，咱就能有共鸣。我跟文文的同频点就是我们俩聊天谁都不会让话掉地上，就不会有那种刻意的模式啊，怎么就很轻松很自然。我们还是比较投缘的，挺一见如故的感觉。他看着大大咧咧，挺活泼，感觉没心没肺的样子，他内心还是挺有勇气、挺有规划、挺有事业心的一个男生。我就特别喜欢你这种性格的人。我这种的吗？对，因为很多人其实不愿意离开舒适圈，然后你能说走就走，我觉得你还是挺有勇气的一个人。那咱下次能一起出去玩吗？下次必须的。真的？绝对的。就是其实我想跟你出去玩，我感觉咱俩玩应该能特有意思。我也觉得。对呀。你喜欢什么性格的女孩？你今天说我很爷们儿，我有点伤心。我哪里有很爷们儿？只夸你呢。真的。我喜欢那种就是爷们儿的，不是爷们儿的，不是爷们儿，就是我喜欢那种双方都没有包袱的。我说句我的心里话，我感觉我跟你聊天，我能更加放得开。反正你今天没选我，我是有点伤心。对，真的。我下次选你。那我能相信你吗？你能相信我？怎么就拉上钩了呢？这合适吗？你相信我吗？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来吧，来，相信你啊！我对文文的印象其实一直是挺有好感的，因为我感觉我们俩的性格非常像，但是又非常的互补，并且我们俩很同频。哎，不错，扎不扎啊？你还懂篮球？你玩一个，让我更加坚信了我接下来要跟文文更加进一步的接触。那咱先回去。走吧。你不会现在就要开始做西红柿？我还要做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哎，你别了，你疯了吧？因为那个开心还没吃，知道吧？哦，太碎了啊！Hello。请坐。
啊，你好。觉得我和魏一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来往的，就想了解一下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人。你是魏一老师是吗？不是啊，不是我是魏。哦哦，嗯哦，表情那么诧异啊，对啊，哦，啊，你不好奇我为什么就是想约你出来聊吗？我都诧异了。哎呦，笑得太大声，你不好奇吗？好奇啊。就我觉得你平时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无聊。啊，还好。哦主要是第一天的时候，可能就是刚来的时候会有那种不适感，但是从昨天到现在，我会感觉都好很多了。嗯，为什么你看到是我会很诧异？因为实在不熟是吧？对，咱俩之前的接触确实很少。嗯，还有吗？这其二是你和就是芊芊就是啊，对对。那你会觉得就是比如说像我和芊芊，我们两个就是因为经常的一些互动，会影响到别人对我的一些接触吗？我感觉应该会吧。你觉得会的？对啊，从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可能会感觉你们都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双方就已经有一种锁了感觉。所以就是会有些时候，比如说互动啊或者什么样的，会尽量避免跟我去互动，因为其实在你们的视角里面，就是我和这个芊芊已经像你说的是吧？是吗？是这样吗？其实已经感觉快锁死了，就那种感觉，就是锁死了包括其他人。其实也不用，我觉得不用有这样的想法吧。这不是那谁吗？这是叫什么来着？万一啊，对，这不是魏毅吗？好神啊！我知道瓜了。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坐在那个小花椅子上，这是谁呀？因为女生的声音我很明显能够听出来是开心，然后但是那个男生我当时没有看出来那个是谁，我感觉有一点点的像魏一。那芊芊怎么办啊？那芊芊咋整啊？你对我第一印象是什么？对你的第一印象，漂亮，然后比较大方，对。说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吧。可以啊。我本来刚刚看你觉得你比较内向，但你很细心，很体贴，就你的一些付出都在一些细节里面，就是你会比较低调的去做这些事情，就不是那种张扬的表达，你不会去特别张扬的表达自己对谁有就是特殊的好感啊或者怎么样。我适应这个节奏就是比较慢，然后而且我平常日常的生活也是比较慢的人。对。挺好的。你这个是有自己的一个权利吗？还是？确实你是让我比较好奇的一个人，就是你是没有那么，就其实真的是没有那么外向，然后你平时也很少说话，说话的时候你会就是没有他们讲的那么有趣。对对，实话，对吧？你自己也觉得？对，我自己也觉得。哎，我就但我就激起我的好奇心，就我觉得，哎，这个人应该，我知道可能是这个阶段没到，哎，但是我是觉得挺好玩的。发现人身上不一样的、与众不同的一个点，是我比较喜欢干的事情。对，我感觉其实这样挺好的。如果说你要是今天不给我表达这些东西的话，我可能会感觉，其实你们已经锁死了。我也没想到。但是这其实不是我想要的一个结果，说实话，我不是很想，就是说一定要和谁锁死。对，因为我觉得这种如果说绑死的话，其实我不去考虑我自己，去考虑他，对他来说也不是很自由，是吧？
比如说今天我跟你聊了这些，如果作为你的视角来说的话，后面如果有机会我们再去接触的话，你会想跟我接触吗？就只是说，我们做一个假设嘛。其实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想去了解就要去多了解，但是不可能就是所有人都能去了解完嘛，因为你要是按照这个的话，其实我感觉会很慢。哪里慢？因为现在已经第3天了呀，对吧？然后可能说是，包括我在内的，应该还有4个，然后一天了解1个的话，这都第7天过去了。其实，在我的想法里面，我也不是说谁都要去接触啊。我只是这么想啊。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或者有什么想了解的吗？让我想，你哎呀，早上不睡觉了，所以我现在脑子有点懵。没事，你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醒。我们这个时长不限的。啊，这个时长不限的。对，我可以今天晚上都把你锁在这儿，不让你走了。你没有什么想问我的了？我，或者你要不要给我点建议？我的建议吧，我感觉你应该，如果说你要对其他男嘉宾有心意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你该去表达。然后我感觉你和芊芊也可以去说一下，包括他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样的。你觉得我要跟芊芊说什么？我说我喜欢别的男嘉宾。也不是这样，只是说就是你俩刚来的时候，就是你们是很早之前就是接触，然后通过一些缘分，然后去接触完之后，但是你可能说是来到这儿之后会有5个男嘉宾，因为确实是在日常相处当中，但是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主要是因为你是芊芊的室友，你也不好说太多。而且我还约你出来，你就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会有，包括我刚下来，真的脑子真的是懵了。对啊，而且本身有点懵，我见到你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懵，又看一下那个信息，还是有点懵。而且今天我还跟你说了，我不是特别想跟一个人锁死，你更不知道他回去就要怎么面对他了，是吗？啊，你这样说的话，我还没想到呢，等一下，确实。我觉得你好像。好像咋了？没事，你挺有趣的，挺帅的。哎，别老师，你真的很漂亮，真的。你确实很细心。呀，谢谢。真的，因为可能你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也是跟芊芊接触嘛。然后有时候会在想，也在探索我自己到底想要哪一种的状态，或者哪一种的这种关系和方式。挺好的，慢慢来比较快。对，是的。行。为一个我们聊天中，他很诧异我为什么约他出来，然后又很在意芊芊的感受。那个时候我觉得来说比较重感情，比较有自己原则的一个人。我和谦儿是属于就是朝夕相处的一个室友，我会感觉到他对开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能清楚的感觉到，我会想让他去和谦儿说一声，来说的话会好一些。好，那回去吧。行，那我觉得我们一起回去好像是你会觉得尴尬吗？哎呀，尴尬啥？大大方方，你这有啥的？对吧？大大方方的。对，大大方方的走。这都第3天了。Hello。你们现在在干嘛？怎么才来呀？睡着了。啊？哇，这个很尴尬了。我当时跟魏一起回到小屋之后，
感觉大家的表情都不太对，就是好像大家都知道我们两个去私聊了。就有点刻意，我室友很刻意的说，我这个睡觉我刚起来，我是一个非常灵敏的人，我嗅到了。你还在做饭？因为我做了蒸炒蛋，吃完了，然后我寻思你还没吃，我就给你。他说他要做一个西红柿炒蛋，因为我刚刚炒的那盘菜你没有吃到，所以我准备再给你做一盘。哇哦，真的觉得很感动。哎呀，不要表现得太明显啊，因为刚跟这个卫衣聊完。哎，绝对不。啊，端上去吧，兄弟。有人要尝尝我的西红柿炒鸡蛋吗？祖传的。记得他说他有一个秘方，祖传配方，尝一下。我的这个是跟我平时吃的其实这个西红柿炒蛋都不一样，是不是？好吃吧？你尝尝。你吃咱们来个，西红柿炒鸡蛋。我等会儿我先回到房间来一口。我认真的厨艺了。这个能做的这么好吃，我自己都觉得好吃，是很难的，你知道吧？他在保留了每个食物原本味道的同时，又做了一些融合。哇，这就是好高的评价，说话的艺术，语言的艺术。走吧，上来吧，休息吧。哎呦，你除了开心，你都没有想去再了解的女生吗？开心有点默契，感觉挺聊得来的。你俩默契，我都看在眼里了。我觉得可能是同龄吧。我会感觉一是同龄，二是你俩接触的时间很久，然后三是就是肯定是有缘分的。对，有点，对吧？有点吧，肯定是有。对，所以说我感觉挺好的。都挺好的。哎，你不困吗？我钓鱼啊。钓到了吗？上钩了。所以我是那个鱼是吗？你难道不好奇为什么会选卫衣吗？这我很好奇你们聊了什么。因为我跟你接触比较多嘛，小新，咱们三个不是在外面聊天，然后而且小新这个人的性格，其实我比较容易能了解嘛。是啊，其实就是雨辰和卫衣。首先，就卫衣是一个完全未知。我这3天，我甚至跟他连眼神互动都没有的一个人。就是你很好，就是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当然就是我确实没有跟他聊过天，然后我就觉得那就聊一下吧。那你俩聊的咋样？那聊啥了？我很好奇，你能说吗？但我不是说你知道我这2天跟你聊天之后，我跟魏一聊的时候，我就完全感觉魏一是一个特别特别老实的小孩。对啊，对，有点那种感觉。特别可爱。对，他挺憨憨的，特别认真，然后特别有趣啊，不能说有趣，他好像不太特别，没有那么沾边。其实他挺有趣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很有趣。就是就是我跟他当室友，他是有一些面很有趣，就是他有些点他是闷闷的。然后他比较有原则，然后真的很注重你俩的兄弟情谊。他70%的话，全部都是以你来。不是我，因为他很好，你知道吗？不是我完全不担心，就是这不是我也不担心我觉得你跟别的男生交流，我完全 OK， 你知道吧？就你想了解，我觉得完全。但你知道，我也不是说非得就是把你绑住或者怎么样。行，好。那我知道了，我大概。就是有些事情不需要解释，说实话。我知道。因为我跟我同龄人太少了，就是我本来就是一个思想很奇怪的人，就是又很天马行空。比较甜是吧？不是。就甜甜的。是。不是，天马行空跟甜也差不多，我觉得。
啊，你怎么这样想？就是会想突然蹦出来什么，我也很甜啊，我也很天马行空。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就是天马行空一点。你说我想干什么真的，我就想钓鱼钓鱼，想爬山爬山。但是有跟我这样的想法，包括能跟我一起实现的人太少了。只有很多点吧。咱俩其实挺像的，我觉得。你会觉得我俩的经历可能会有些地方比较相似吗？我不知道你的经历，我也不知道你的经历啊，我只是这样猜想而已。我们可以把悬念往后留一留。一下子跟你聊完了，你就没有什么新奇感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得慢慢探索，就聊呗，顺其自然嘛。我觉得，但目前感觉是对的，没毛病。挺神奇的，真挺神奇的。我说实话，我真的是觉得他重新炒一盘菜，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其实我出去了很久，我还是带着胃一起回来的。我想象了一下，如果我在他那个位置的话，我看这个画面，我可能真的会有点不舒服。但是他还是依旧会这样跟我说，我会有一种好像这个人一直在等你的感觉。走吧。OK， 不用。那我们不休息啊？哎，别休息，别休息，我跟你说2句，来，耽误你20分钟时间，不会特别长。开始倒计时，不会特别长的，放心吧。第3天，今天其实非常非常的特殊，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些了解到对方的新的，一些信息。哇，真酷啊！也没有说跟对方有更多的一些交集的沟通啊，所以我一开始觉得是有点拿不准、不确定的。但是在晚上的时候，我想说，我还是要今天跟瑞瑞聊一下。我冷死了，我们往那边走。我就特地穿着这个衣服，就是说，哇，真的假的？不要这么搞，我不要。给你吧。我不要，我们去那边，你可以穿着没关系，任何人我都会给的，没有单独说给你或者给谁的。真的吗？你穿还是不穿？没事，我们有毯子，我们过去了，我们坐着。这2天咱俩不是没有见面，也没有过多的交流，没有任何的交流吗？所以我想的是说，今天我得跟你稍微就是什么话都不用说，其实就是走2步，其实我就知道了。我觉得你感觉到了，就行了。没事，你就该怎样怎样，我就自己感受就行了。哥，你在感受什么？我是希望通过这个时间来确定一下，说我的这个第一感觉是否还在，或者说有没有变化，或者说我想了解到他对我的一个从眼神啊，从他的表情状态来说，他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没事，不说话也行，就10分钟我就能感受。你说点话吧。你在感受什么？我不说也可以。你真的有点抽象了。我真的很抽象。你真的有点抽象，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抽象一点点。你这2天出去玩感觉怎么样？对我们3个室友了解怎么样？对，这样，哎，你们室友全给了解完。锐评一下，对我们3个室友了解怎么样？你们3个室友，我说实话，可圈可点。好。然后对其他男嘉宾有没有想了解的？除了我们3个人，目前没有吗？目前没有。他当时很直白的跟我说他没有。我当时其实还挺惊讶的。那可能在这句话结束之后，我想，那是不是要在我们3个当中，就是再进一步了解，还是说根本就是对我们3个不想再进一步了解呢？这个还是一个大问号的点。第1天没有，第1天就是想跟你聊天，第2天也没有，第2天想跟你聊天，第3天到刚刚晚上结束之前也没有，也想跟你聊天，但是这2天都没看见你，就这么简单。我说很直接吧，没有看见你。然后我这2天，然后我不知道信有没有给你发，然后我这2天发信都是给你写的，我也很直接。然后呢，你写的信我都看到了。你们能收到。然后但是因为我这2天没有跟你聊天以后呢，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没有沟通之后，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你就属于一个完全空掉的状态，因为你不知道，对吧？然后呢，因为跟别人有过多的沟通之后，我觉得，那别人好像就是
其他的人对我的了解，或者对我的猜想啊、判断啊这些东西，好像有一些。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会找你沟通？是因为我到现在信还没有写，我就是觉得我需要跟你聊天或者沟通之后，我才能确定这个信到底是写不写，写给谁。因为我到现在没有跟你沟通过之后，我现在信没有办法写，我必须要跟你沟通，我才知道我这个信要写给谁，就这么简单。写去吧，写去吧，写去吧，我要休息了。你没事吧？没事。不舒服？没有。咋了？我不知道，我现在没有思绪，我现在脑子完全空白，我属于是。我当时有点纠结，然后我突然看到轩轩走过来了，我说好意外，他不会上来找我的吧？我说他往这走，还能找谁呢？我们去聊一下嘛。可以。这么多的男生，其实我有去跟他们了解过、聊过，但是唯独是大一我没有。那我其实当时是很想去找他聊一下的，我想给一个机会去多去了解他一下。我刚刚又看到你 emo， 然后我就那个啥。我没有，不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的情绪，我有的时候会放在心里，我也不知道有的时候会说什么或者是做什么。我感觉到，就是你是一个 listener， 就你真的很认真去聆听的人。对。但你的微表情很搞笑，就有的时候你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你懂我意思？我明白。所以我就觉得很值得细品。就是我第一天我见到你，我觉得你好冷酷哦。啊，我是这样的吗？对，但是后来我是觉得，当你聊到你职业的时候。然后文旅这个东西跟留学的教育又是形成一个闭环，所以你应该能猜出来。然后我就觉得你在发光。真的吗？对，那一刻是我觉得我真正说，这个人挺有意思的。你觉得你是那种观察型的，对。但是我觉得你是一旦确认你要做什么或者一个目标，你就会出击的人。你太懂了，你直接太准了。因为我也很喜欢观察人，就我感觉你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今天约你出来，我也是想印证我的想法是不是对的？是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也没有机会去认识我，对，去了解我，所以我觉得我是再给你一个机会认识我。对，我那天是听到魏一这么说，我觉得轩轩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人。我当时他就这一句话。我当时说，我说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其实可以跟你聊聊天，因为我觉得有深度的人是非常非常难的。对，那你干嘛不约我出来聊天？其实我是一个相对被动的人。我懂。如果说我表面上看到大家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非常开心，非常磕。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大家看到的只是可能是表面，就真正两个人能坐在一起 deep talk 的时候，你才知道两个人的想法是不同频的。兴趣爱好其实很表面，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两个人的三观跟想法。我觉得还是有点出乎意料的，因为我觉得很像，在处理事情啊，包括一些观点上面有相似性，包括我们的一些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其实从你平时的跟大家交流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在所有人吃饭的时候你说话的一个状态，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内心有想法的人。然后但是可能你内心最本真的想法有的时候会加上一层包装去表达。所以我不喜欢就是跟人就是在很多人的这样子的场合里面，就我喜欢是1对1的 deep talk。哦，我也是。所以如果你要找 deep talk 的，可以跟你 deep talk 一下。对，你可以找我。可以。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跟他有这方面的沟通和交流，我觉得感觉本来是没有交集的，对，很出乎意料。那我也了解的差不多了，谢谢你的采访。哦，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采访。没事，打扰你们时间了，不打扰我，你们可能要很晚睡。不打扰我，不打扰我。有没有女嘉宾想跟我出来溜达会儿？请在楼下找我。你过来，我跟你说。怎么说？不好说。
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就只能说不知道。你是怎么切入的呀？我就跟他说的很直白，我说，比如说你现在不是接触了我们3位男嘉宾吗？都是我们3个室友。对。我说你跟我们三位室友沟通完之后，你目前还有没有想接触其他的男嘉宾了解呢？他说没有，暂时。那你就轮流跟他约呗。3条鱼。说直白点。所以说我们是完全是一点都不清楚，对，一点都不了解。他也没表达过自己的任何的意语态度，他只是说话就是那种传达一种就是你们3个不是意思是我肯定会选一个的。那我问你，就是你抛开这些深层的我就你看跟他聊天是不是也挺爽啊？对呀，一笑特美，看着直接又沦陷，是不是？又心软了。哎，你给的谁？我没写，道歉没写，我就是要问问你啊，聊一聊，咱们聊聊，这没事，咱们互动也无所谓。你第一天给的谁？第一天我给瑞瑞，第二天我给瑞瑞的。新宇第一天给他第一天我不知道他第一天给谁的，但是新宇第2天给的瑞瑞。对，昨天我给的也是瑞瑞，所以瑞瑞睡了3伏，爽死了。就是说，客观来说啊，他的气势状态对很不一样的。对，第一眼就是很吸引人，所以说。我知道这样，那我们也能理解，因为像我来之前，你们4位男嘉宾他能收到2，我一来之后没多少时间他又收到1，现在有5位男嘉宾他能收到3，他确实是很优秀，他斩获了1半家的男嘉宾，所以说他摆出着，如果你是这样，全场一个恋综1半的异性都喜欢你，你是不是也这种态度？对，是的。你人被捧高，他就会飘，或者会不能说你这话都被录下来了，我告诉你，没事，他肯不会讲，就是你被太多人喜欢，你就是会做选择的，任何人都是这样。所以说他是有资本去来回去挑选，或者对你这个话讲的非常客观，我们去竞争的，不管好不好听吧，反正很客观。对啊，他是有这样的，因为对吧，愿者上钩嘛，就是这样。但是主要是没想到咱仨人都住一起。这是谁都没想到，所以说就是有意思的事，太有意思了。对啊，你看我现在其实已经不好说。那我跟你说，今天都说不准呢。那你虽然说第一天，那我能问问你，今儿如果不投瑞瑞，你投谁？如果不投瑞瑞，我大概率会投轩轩，因为刚刚轩轩约我单聊了。他主动约的你对，单聊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他的思想境界很高，对他的想法非常的稳，而且他很直白，他表达他的情绪啊，我懂，想法啊，咱俩非常直接的。对，我现在对文文的感觉就是你对轩轩的感觉，就是估计他一开始不是你理想型完人类型，但是他又跟你很聊得来。他不是第一眼的感觉，但是他突然一下你就会发现，哎，他的光好像发得很亮。那种感觉，对，就发现他的人格魅力是有的，你需要深入接触的。其实我直白说，我一开始觉得那个，叫什么？那个瑞瑞我一开始觉得瑞瑞开心，他们俩也挺好看的。然后我觉得戴戴也好看，然后我觉得那个轩轩也好看。我说都好看，我说我都得了解一下。然后我说完了，晚上就说。天哪，这渣男怎么谁都要了解一下？那不很正常吗？对吧？就大家都了解一下，你才知道对方什么人，你不能光看长相呀。对吧？所以沟通完之后不好说，就是我跟武瑞之间的整体状态可能更多的是，就说，哎，我第一眼看到他觉得不错，就没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了。说白了就是我凭一腔热血。我跟轩轩沟通完之后，我觉得非常 deep， 非常。Deep talk， 对，有时候就需要有人那种感觉，是有没有感觉就是瑞瑞是我们的那种追不到那种白月光的感觉，但是轩轩更是那种适合跟你安稳过日子的那种。我不知道，你绝对，反正我跟你说，反正我第一、第二天投的瑞瑞，反正我晚上投的文文。我知道，我看你那状态，我就知道你投文文了。你后来我在那一坐那说话那状态，我说你。我回来特别想补偿文文，我特别你没看我在这特别是，哎呦，怎么给你包个橘子啥的。你为什么喜欢文文？你第一眼什么感觉？文文，我就觉得文文他还挺性格好，就像你说的那些。你第一眼看你怎么知道性格好？聊天啊，隔着纱布不是聊了几句吗？就侃侃而谈，北方大妞，一听就北方大妞，侃侃而谈，不怯场，挺好。所以我觉得很适合。我觉得喜欢这样，那很不错。我俩的性格有点
互补，能抽象到一块儿去的感觉。真吗？我抽象他都能 get 到，但是这么话又说回来了，瑞瑞也挺喜欢。你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太狗了呀！大家都一样是吧？思考一下了。其实我今天晚上本来是想弃票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弃票？是因为我觉得需要有一个高那么一点点的优先级。我感觉哎，好像还是在的，还是有一点那种心动的感觉，有一点那种好感，所以说我继续依然是选择了把信投给瑞瑞。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之后我一定会投给瑞瑞，因为我现在觉得轩轩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勾起了我的了解的欲望。我觉得我会有进一步想跟他了解的一个意向。哎 ，Hello， 稍等我一下。遛狗吗？遛狗吗？一起遛狗吗？走。妈呀，走吧我都懒得出去了。啊？哎呀，他带我上来的。是吗？对。走啊。我有点懒得动了。他刚敲门，我一打开看是他，我以为他又是要找子轩的。我刚准备跟他讲，我说子轩不在，然后他说想找我，我心想妈坏菜了，就那女人的第六感你还能不懂吗？我想跟你私聊一下，可以吗？跟我私聊？对啊。那你就直接说私聊呗，你还说遛狗，你说遛狗我肯定不想动弹呀。那从第一天就想接触戴老师了，要是一直没有机会。我们今天约会完回来之后，我和子轩聊了一下，然后我得知他今天很开心，就会直接放弃了，也不是放弃吧，就是绝对不会跟自己的姐妹的男朋友就是想扯上半点关系，就那种感觉。但我本来想着说是演他一手，然后我就说啊，我太累了，不想出去。然后结果这时候不该打直球的时候打直球了。就反正之前我也是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那既然都就逼上梁山，那我也就正好那个了解一下，这也两全其美，就没问题。有，不行了，小狗比我俩着急。好。哎，你知道，其实刚才我往里面走，我还有点紧张。紧张啥呀？就是紧张，然后狗带我上去了。那女人的第六感你还能不懂吗？那你谢谢小狗。谢谢小狗，谢谢你狗。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啊？这两天就是正常接触感受。哦，开心吗？这两天就是挺沉浸。我比我自己想象的要沉浸一些。哦，那就行。哦。你要走到哪儿？往前溜达吗？啊，真往前溜达那么走，我倒不冷啊。我以为说话是重点，我溜达是对。结果这溜达也很，我不知道怎么说啥呀，不知道，让我，好，第一天很感谢你，这有啥谢的啊？这不是很正常？那确实很感谢你。哎，你为什么今天聊？是因为今天收到的消息吗？还是怎么？什么叫今天聊？不是，我说为什么今天要找我私聊？我想。是因为收到了什么？不是，就是新的消息，还是就是今天？不是，就是我想。哦 ，OK。啊，对，我说因为第一天毕竟你一个人落单，然后咱俩又一起组队玩游戏，所以我肯定会，我一般都是会投票给当天一起接触的男生。
You call me on a lazy afternoon. 还喜欢你啊，我挺像新这可不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真觉得说是，就是人跟人相处肯定是会一种，你说气场或者说磁场相合，就并不是说是因为你这个人或者是什么怎么样，我是觉得你还没有完全放松。我觉得每个人好像身上都有一层壳，我感觉每个人都有，不是说不放松，我也生活中可能也会稍微不放松一些。明白。对，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状态嘛。然后我觉得我，接下来的话题放松那关了。我觉得我想勇敢的表达自己，我不想错过跟每个想接触的人，接触的机会。这一刻，我想多了解了解你，想多了解了解你。就从第一天其实就很想多了解了解你了，非常非常想，但是没什么接触机会。就什么叫没有机会？就我又不会把你当透明人，那人都长嘴的，你说句话，这不就是到处都是机会？可能我就理解不了他说的没有机会这个点。对于我理解不了的东西，我会觉得很不真实。我为什么不太敢接近？我会告诉你，可以吗？不跟没有你讲的一个没关系。我知道，我说我俩相处之间。就是你说到这儿，就是我又想要打断你一下，因为我感觉就是你的表达是会本能的让我觉得是你觉得我跟你有距离，不是，但是我是表达我的感受，就是你不要说是有那种什么怕呀，或者说是担心自己做的不好，然后怎么样的，因为这种东西其实它本质就是在推开对方。这就是我说的感觉不松弛感。反正我自己个人，我会喜欢那种很自然的状态。可以。那么这东西你肯定不能说是演一个自然，当然是要我自己感受很自然。就是这2天你感觉到我变了，那我们再，可以吗？你这句话说出来，就又让我觉得就是不自然。你这种话一说，你知道吧，就会让人觉得这个自然也会是演的。那我就现在问你，你不觉得自己防备心很重吗？你不觉得吗？我第一反应被问愣住了，我愣住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一定是因为觉得有道理，我才愣住了。然后，但是我又仔细一想，我觉得我没有，我就又觉得他说的不对。有吗？我感觉挺自然。我觉得，那我现在也反映你，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你没有啊。你，我真觉得你自己好好，你到时候看回放，运动会表现还不明显吗？你手中拿回来，我直接拿过来，我不明显吗？我有懂。谢谢。这叫明显。今天去在水池，我不明显吗？你们不能偷摸吃饭去了吧？那肯定要吃饭呀，不明显啊。我觉得我知道村长为了一直看你，不明显吗？你得让女生感受到的才叫明显。是啊，你一直看子轩，你也不看我，那不明显吗？今天是女生的邀请日，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那我不要被人打反。责任是一个挺双向，但是我又喜欢挑战一下瑞瑞，很会拿捏男生。姐姐，你对我有感觉吗？我连看你的眼睛都不敢看。那你现在可以看一下了。也 OK， 可以接受，也不用非得就绑死或者怎么样。给嘉宾排个名，你怎么排呀？吴瑞，费尽心机想得到的，人家不屑一顾。我真觉得你很好，但给我感觉更像朋友。就我觉得自己很傻，给我一些安慰的信号，然后他不讨厌我，觉得没有再继续下去的动力了。Hello，又来新嘉宾了。